在我们终于踏上遥远的沙漠之旅，一路上都在寻找传说中金色阳光洒落的那片洁白湿地。听说那里的空气里可以感受到流动着一种说不出的宁静还有庄严。在这个神秘国度旅行的第9天，我们终于来到了沙烏地阿拉伯的第2大圣城麦地那。这里每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万的信徒前来朝圣，也是全球的穆斯林此生一定要拜访的圣地。而我跟阿翔作为非穆斯林，在2023年以前是连踏入这片土地的机会都没有。但如今这座圣城终于打开了一道门，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亲身踏进这片神圣的信仰之地。我们的心中是满满难以言喻的激动还有敬畏。我们一行人也尊敬地穿上了象征朝圣者的全套装备，也代表我们向所有在此祈祷的人们献上最深的尊重。跟随着穆罕默德曾经走过的足迹，从伊斯兰世界里面全球第1座清真寺，到信徒心中至高无上的圣寺。此刻最令我澎湃的是跨越宗教、国界还有语言的界限。我们在这里相遇，这样的交流是每个旅行者梦寐以求的景象。那么这是我们沙烏地阿拉伯朋友为我们安排的14天神秘盲盒之旅，就跟肉鱼头一起出发去麦地那吧。现在自己一早起来，我想要去附近买个水。他们这边有蛮多商店没有收 Visa， 不知道什么在麦地那这边。我们的朋友来接我们了，我们今天也是盛装出席。Good afternoon. I told you I wake up early, right? I went to the small shop. They told me no visa. What's the brand local people used? Mata. But it is usually not legal. To not have visa in your stock. It's illegal. 例子跟 Tom 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现在再回去那个店跟他讲，他一定拿出来，绝对会100%有。他说如果没有的话，警察可以马上叫他把店收起来，因为用 Mata 的税比较低，所以他就是想要省税金。欢迎来到阿拉伯，今天的气温是37度，超热。就刚好坐在那个车，刚好冷气机坏掉，然后整个天超热，然后我们又穿2件。刚刚看到你穿的时候，他们超兴奋。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有点像穿着一个很长的棉被在那边路上走。然后就真的很神奇，就是你窗户打开，它吹的真的是粉风，就是你洗澡会冷，马上一吹，马上可以暖你起来那种，把你头发弄干的那种。他们说在马地那这里的房价还是非常的 reasonable， 你买一户6间到8间，400-500万。对啊，很便宜耶。好，我们现在来吃午餐了。那我们现在来到麦地那这边呢，虽然说它现在这个城市有对非穆斯林开放，可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我们是不能去的。圣城的区域，对，就是像他们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叫做先知清真寺，它有个区域是不能去的。所以例子说他会用特殊的方式，那我们就深入这间先知清真寺，大家继续看下去。然后它还有一个是，它会有那种圣区的界限，游客就到此为止。就是你是不是穆斯林的这个界限。没错。Normally, which country they think is the most rich one? In the Dubai or in the Qatar or in Saudi I Arabia? think this one. Same. You don't see something different? No, I wouldn't say. 哇，他们点的超多的，好丰盛哦。看起来超棒的。 Actually, in Islam we should use Right hand, yeah. It smells so good. 超香的耶，然后他们会搭配那个牛肉或者是鸡肉。就我觉得阿拉伯食物算蛮多元，蛮好吃的。哇 ，local 啊，这样，对啊。Shukra，他跟我们讲的是有点像我们自己做三明治这种自己混合的吃法。好好吃。我觉得它的白色挺小心大哥，很老山药，因为我以前很多山药鱼。你是啊。这件超好笑的事情，我们全车的人大家笑到爆炸。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景点，就是一个清真寺，就已经讲好要去了，然后大家就在赶时间，然后在赶路，然后就后来阿翔就突然看手机，就说：“哎，很奇怪，我们现在的路越来越远，就是背离我们的方向。”我就说：“立的我们方向对吗？”然后立的，他叫 Tim 看，然后就 Tim 看一看之后，他就说：“对，我确定我们就是在路线上。”然后就立的就说：“奇怪，那我们怎么会走到这里？”但后来就说越来越奇怪是，他说看到旁边有告示牌说：“谢谢你来马蒂娜，我们下次再见”之类的。然后就他就很奇怪，他叫他表弟赶快给他看一下。他就说他们已经开到超级远，就是绕一大圈。他就说他从我们刚刚吃饭的餐厅看，明明只要6分钟，然后他就说他怎么会带我们到这个荒芜的高速公路的地方？全车人
生肖会开始疯掉。他们问我们说，你们沙烏地阿拉伯会怎么安排影片？那你觉得什么东西会是最吸引人的？我就说我没有恶意，但是不瞒说，可能最吸引人的就是我在沙烏地阿拉伯出车祸，然后就Tom笑到发疯，然后我就说丽可能会很生气，说他这么安排行程，然后就丽子说好啊，那你还要吗？那他说他在帮我们挑一台车，挑一台车再给我们多一点的 sauce， 大家笑死。哇 ，We are arrived。我们现在要变装进入穆斯林的圣地了。它还是有些区域是我们这种对合法的，大家不要紧张。对，其实他们也说他们不会拦你，但就是你自己一个对于宗教的尊重。他们也有说很有趣是，有些地方他们可能会让你出示证件。他说印尼还是哪些国家，你是穆斯林，你身份证上面会有写，他就会叫你要 proof 你的那个证明这样子。现在后面超级多人。像我们常见的宗教道教啊，或者是佛教，我们很常见的那种庙宇，其实大家就是穿那种很 casual 的衣服。可是对我来说，穆斯林清真寺很神奇，是大家真的都是穿比较他们正式的服装来，所以对我来讲就会觉得哇，是一个很神奇的景象哎。我们终于来到了麦地那了，然后我们现在后面这边叫做什么呢？库巴清真寺。对，它其实是世界第一座的清真寺，所以它在麦地那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全球穆斯林人口大概5亿人，他们人生中的清单就是至少必须要来一次麦加跟麦地那，所以是对于这5亿人来讲，心中第2大的圣城。然后我们有机会拜访，真的很荣幸。我觉得在这里真的很神奇，这个景象还有麦地那，我们站在的土地上是2年前我们这辈子绝对没有机会踏入。对，因为沙烏地阿拉伯开放旅游观光其实是在2019，他们开放麦地那就是在2023，所以为什么这边资讯很少？原因就是因为大多数的台湾人都不是穆斯林，所以我们很少人可以有机会可以来到这个地方。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沙烏地阿拉伯对于穆斯林人来说有多么重要。麦加是全球的穆斯林人心中的第1大圣城，就是那个大家常看到大家围着一个圈圈在走的一个黑色的建筑物。那麦地那呢，就是他们心中的第2大圣城。我看网络上有人说是麦加是穆罕默德出生的地方，所以它非常的重要有意义，然后跟他的家人在那边生活。那后来就是因为可能受到一些宗教上面的迫害之后，他就慢慢的迁徙，然后跟他的追随者们一起迁徙到麦地那这里。据说他的墓地是在麦地那这边，但是不是在库巴这里。但在其中的一个入口这里，他们也是男女的入口分开。你看从这个角落，它其实就有分男生跟女生。那因为我们不是穆斯林，所以我们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就拜托我们的朋友丽帮我们拍一些里面的画面给大家看看。因为其实它在网络上面是可以公开的 ，Google 上面很多人发，所以其实大家去 Google 上面也是可以看到很多里面的照片。那大家一定跟我有相同的疑问是啊，全球第1座清真寺怎么有办法还维持得那么白呢？没错，因为它其实中间有经过非常多次的修建，然后还有扩建，为了要容纳更多的信徒们，所以它现在里面可以容纳数千名，但它还是有保留他们的精神啊，跟以前传统建筑的风格。昨天他们有跟我们讲说，其实在他们的特别节日，像是斋戒月的时候，他们的活动是里面已经满到外面整个都是满。他说昨天我们甚至到外围所有城市中你开车的路全部是站满的人，那大家都同一时间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朝拜的动作，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景象。这边也会有就是它的 drinking water， 对，像他们的圣水。那这个地方呢，他们说是一个井，然后他说这个井呢就是他们穆罕默德曾经有戒指掉在这个井中。这边清真寺外面蛮特别的，它这个白色的以为是椅子，但它其实是鞋柜。然后白色的地方就是大家休息的地方，跟树跟伞。然后他们现在下午啊，就在白色的地方铺一些毯子，让大家晚上的时候休息啊，温度可能比较舒服。其实这边是为什么我那时候丽问我说我特别想去哪边，我只跟他讲麦地那，因为他唯一的要求太重要了，就无法想象说这个地方会长什么样子，而且网上资讯超少的，所以为什么超想来这边？我来到这边后，我就觉得来到沙烏地阿拉伯一切都值。你跟你解锁一个世界特别的角落。对，然后也很感谢说这次很感谢丽跟 Tom， 还有他的 whole family member。沙烏地阿拉伯的人民，他跟我们分享很多他们的文化跟历史。沙烏地阿拉伯。So it's too excited about the mosque. I'm curious about what do you do inside? Pray. Do you have any different feeling when you go? Yeah, of course. Our Prophet Muhammad sallam, he said if you come here to pray, it's yes. Like when you go to Mecca to get Umrah.
It's as good as that. Yeah. Oh, really? 哦哇，就是我们刚问他说，他们刚进去里面有什么想法？他是说，就像他们到了麦加，然后去那边绕市区去那种感受度，他们可以很平静，就是我觉得对他们的祈祷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Have you seen someone crying when they arrive Makkah or here? Yeah, they have feelings because they can't to come here and pray here. So they have feeling. They ask Allah many things. Maybe they have someone sick in his family or her family. Maybe have some problem in their life, and they ask Allah to help them. 其实真的很可以理解，有点像是你今天准备的这个考试准备了40-50年，然后终于这次考试你终于来到这边那种感觉，而且他是每天5次祈祷这么多年，然后来到你心目中的圣地，我觉得这个激动情绪是很难以去想象的。假设我每天祈祷5次的话，我应该会很激动。我们拍到的歌词为什么那么多？他们说在麦地那是不允许杀生的，你在麦加跟麦地那里面是任何动物你都不可以伤害，也不可以吵架，不可以生气。Even if you see the mosquito, you won't kill. Different. Mosquito is different. Some animals will hate you, like mosquito. Oh yes. 他们说如果会伤害你的动物的话，就是比如说蚊子的话，就是不在范围内。就是伊朗穆斯林他们就是有点主张他们这辈子是有罪的，所以他们会做出一些伤害自己或是打自己的行为。所以他说他们是就是不同想法，他们这里是不主张伤害自己，所以他们也不能刺青那些之类的。对，没错。这个就是前面这个就是先知清真寺，这个是麦地那那边最重要的清真寺，这也是一个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靠近，就连靠近都不太能够靠近的清真寺。先知寺呢，到底有多么特别？就是像是他们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就像之于麦加的那个黑色建筑物，连他们当地人都必须要搭接驳车才能到它附近，他们是不允许你开车到附近的。里面就是我们讲的先知清真寺。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环境画面。我问我们朋友说，我们可不可以过马路去那边看？就是稍微看一眼。对，我们保证不会过去。先知清真寺长什么样子？他希望我们不要，因为他说这对于穆斯林人来讲，就是这个地方已经算有一个无形中的界限，所以他希望我们就是待在非穆斯林的范围这边，比较是对他们一个尊重。那当然是没问题喽。对，因为其实以前呢，我们连现在站在这位置都不行，这是这1-2年才开放，竟然这城市都没办法，不要说靠近这边。对，所以我们离先知寺最近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地方了。然后这个先知寺对他们来讲意义很重大，是因为这是穆罕默德，也就是他们的先知的墓园。你看到那个绿顶清真寺的地方，正下方就是他的墓园。他的墓园周围有一个地方是他们穆斯林人心中就是最美朝拜的一个园地，他们称它为天堂中的花园。对，然后其实这整个区域呢，也不会有人拦下来问说，你是不是穆斯林？对，其实不会，这单纯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对，我们就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的传统跟他们的文化。对对对，然后他到现在每一任的国王都持续在扩建，他现在里面已经有办法同时容纳破100万名的穆斯林进行朝拜，100万名哎。So every time when you come here, you feel comfortable. Yeah. Well, I don't want to come back to Riyadh. Wow. I want to stay a long time here. 其实这边也有点像台北市，就是非常高楼林立。不过我觉得他们这边建设是为了去让附近有很多人可以住。Actually, I'm surprised about this whole area. Yeah. Because they look like modern area. Because lots of shopping mall, luxury hotel.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very care about this place and Islamic places. Yeah. After 2 months. You mean the best season to visit Mecca? Yeah, because it's named Al-Hajj. They come to Mecca and stay in Mecca more than 2 weeks. More than 1 million Muslims. So it will be traffic before this season and after always. Because the Muslims come to here and after that go to Mecca or come to Mecca first and secondly come to here. 那现在我们后面就是先知清真寺的它的正门口，然后有机会我们到那边看看。可是我们只能在对向马路那边去一睹它的庄严的样子。这边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观察到非常神奇的知识，就比如说我发现是在穆斯林国家，比如说甚至像马来西亚或是文莱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经常看到他们的医院不像我们电影常看到是十字架，很常看到的时候是月亮，他们的 decoration 上面很常看到五角星星。后来我就查了为什么，他就说月亮跟星星对于穆斯林来说有非常重要的宗教意义，他们的伊斯兰历就是他们的阴历，就是参考他们的月亮，然后来判断它的日期。还有说像是几个穆斯林常见的国家，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啊、马来西亚。他们的国旗都有出现月亮跟星星的图案，它不是古兰经直接要求他们的，但是它是有点像是伊斯兰文明的象征，所以它的五角星星有几个重要的意义，就比如说武功，伊斯兰教基本的5大功课，他们的古兰经中有提到说星星跟月亮是阿拉创造的，神安排的秩序啊，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在沙漠中，不太可能靠太阳去辨位，他们比较常活动舒服的时间都是在晚上，所以他们判断方向的时候也可以 follow 星星，所以对他们来讲星星真的很重要。
那他现在要带我们到这边的一个博物馆，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吧。但突然一瞬间来到了麦地那的科技的一面，它叫做创世故事博物馆，就是在地下2层的有那种视听的播放技术的环境，然后就在跟你讲说穆斯林他们的历史，然后还有当初他们的神阿拉就是创世的一些点点滴滴。他说这边的石头是阿拉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的一些证明，所以他说他每一个石头都有他的名字跟他的故事。它很像是那种沉浸式的博物馆，就是他会带你看很多影片，然后走进他们的历史。然后我们现在就像走进历史一样，他会开始跟我们讲解说亚当那时候造世的一些故事，而且中间竟然就是那个导览人员他跟我说女生请坐这，男生请坐这，就是他没有分区。然后像他上一间房间就跟我们讲说，穆罕默德是就是阿拉最后的一个发言人，说他们就是整个从麦加到麦地那的过程。沿路他会用不同的房间，然后不同的灯光然后投影的方式去走进他们整个历史。比如说他有讲到摩西分海，他讲到诺亚方舟，然后有去讲到亚当的故事，麦加如何建成，然后后来麦地那他们很迁移过去哦，他们有些时候在传教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然后被限制，然后质疑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高科技哇，它有中文哎，而且是 use traditional one 哎。欢迎这个博物馆，我会蛮建议你，就是英文程度假设不错的话，可以来看看，因为我觉得它没有中文，真的难度有点偏高。但我会觉得说，如果你先了解它的一些历史或是穆斯林的话，然后还有沙布亚伯历史，你再来看，其实你大概可以就是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是卖家哎，像他们说的，就是他们会逆时针走7圈，但这是他们的门，可是他们不会进去里面就只有就是在整理屋子的人才会进去拜访。假设大家有机会来这边的话，务必要遵守他们的一些相关规范。对，他们严格在男女分开做这件事情。中间那个翻译人员他就是都会一直检查，然后这个门票是一个人大概25块。刚丽就说，你有没有发现大家一出来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冲？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就是要享受在麦地那这里清真寺的音乐。这天气蛮舒服，晚上舒服很多。晚上真的超级舒服，白天真的是蛮辛苦的。我每次朝拜的话都会有2次的音乐，第一次就是他们会提醒你说时间快要到了，那例如说好像过15-20分钟左右，第2首音乐响起，就是真正要开始朝拜的时间。1、2、3，翼龙树了。这也是力建议我们，因为我们来这边，特别是他们圣地，我们还是尊重他们的文化信仰。一定要的。只是对于我们非穆斯林来讲的话，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就是你其实在外面你可以看到里面，里面人数真的很惊人呢。陆续我看到有人走过去嘛，就是可以感觉到这边是一个很庄严的地方。我觉得这边人虽然很活泼，这边很安静，这边没有很嘈杂的感觉。你看，连厨师也来了，然后街道上整个被清空。对我们来说，这边是满满人潮哎。大家闲聊一下，就是我跟阿强穿这样，立的看到是他觉得他很高兴，是我们真的很尊重他的宗教。那来到对他们而言重要的圣城，我们也穿着像当地人的风气一样，所以他觉得我们这有点像是说我们就是融入当地的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我要偷渡混在里面做什么坏事，没有。因为真的他们都没有人检查，也无从检查。撒拉。而且对我来说很神奇的是，因为在这里的外国客还是太少，所以很多人看到我们可能 GoPro 会在自拍的时候，或是穿这样的时候，他们都会露出特殊的眼神。像我们通常进去庙里面看到的人的面孔都是华人脸，但在这里的穆斯林是你会看到西方人、黑人，也有很多看起来像是中东的人，然后甚至连华人的面孔也都有。哇，你看，然后这里也是白人的面孔，他们在这里也是卖路边摊在卖帽子。这边最特别就是因为我们在其他城市比较看不到全世界的穆斯林，这边可以看得到。哇，然后他们这 souvenir shop 在卖什么？就是保温瓶、吊饰，然后饰品，还有古兰经、香水。这是我们刚刚拍照的那个很重要的钟，然后象征性的东西，古兰经，然后还有穆罕默德的那个墓。他们穆斯林还是可以穿很多这种华丽的衣服。
现在后面的市容真的很惊呆哎！沙特阿拉伯的先知寺的附近，麦地那后面，你不觉得这边的旅馆看起来很高级吗？这里真的很 fancy 耶！还以为在巴黎之类的，真的很漂亮。这里甚至还有很多高级的饭店，他们有个特殊的服务，就是他们会面向先知清真寺的方向，等于说他们让旅客方便是他在房间就可以直接朝拜。那它有很大的窗户。对，哪里有跟我说，像在麦加有个是面向黑色的方块的，他说那一晚要3万沙阿伯币，大概我听讲大概30万吧，超贵的。哇塞，对，超贵。你知道他们灯都打开了，这边的朝拜的人到底有多少？超级多的。有点像跨年现场上会的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多人，在一个平日的状况。结果你看，现在人全部突然涌出来了，就是大家都已经朝拜结束了。I will show you a photo of people drinking from it. Oh, there's a water. 这个是井。Yeah, we take water walking like this. Wow. It's open. If there is no rain or if it's good weather, they open it. Wow, they open all. This is an umbrella, a big umbrella. Oh yes, yeah, yes, I know. It's open in the like noon. How do you feel when you praying inside? It's actually very spiritual. It's very fun, honestly. I couldn't pray the first prayer inside because there is a lot of people. They closed it. There was no space. But after they finished, I went inside. When is the best time to come here? If you wanna pray, yeah, anytime. It's every time. But if you wanna pray inside, very close, in a comfortable place, you have to come like an hour and a half before the prayer. Oh, okay. 在亲身踏入朝圣之地，也看到身边人激动跟兴奋的反应，我们也终于深刻理解穆斯林们对于信仰的坚定还有投入。他们总是以乐观虔诚的心去面对生命。我们虽然有着不一样的信仰，但我们依然希望以最大的敬意来回应这座城市。谢谢 Lead 还有 Tom 跟一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在这样的相遇之中，我们彼此都敞开的心是没有隔阂的。这片交流不只是跨越宗教，更跨越了语言、文化还有国界的界限，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连接。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区域，然后这边有很多 coffee shop 或是很多餐厅的地方。这地方真的超 chill 的，而且很神奇是，它在一堆就是椰子树下面有那种木头做的座椅啊，然后灯条。很有气氛耶。Once again, what did you ask me? What do you prefer to dinner today? No, this guy said coffee or tea. Yeah, I said, how about dinner? Lee said, okay, we will after like beverage. Everything you need we have. But is it tasted enough? Of course. You We have guarantee, the best right? coffee in Medina. If we didn't like it. All right. One question. Which football team is the best in Saudi Arabia? In Saudi Arabia, Alright. of course, it's Al Ahly. This guy is trustable now, right? Oh God. Al Ahly team is the best team in the world. 我们现在上菜了，这一道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然后这一道它说就是只有在麦地那这里可以看到这样的食物，是他们先知穆罕默德就是吃的食物。通常他们的 local people 会 follow 说他们的圣训，就是他们以前的穆罕默德啊，他的追随者会记录就是他生活起居、他的饮食方式，然后就会传给他们的后世，那他们就会喜欢 follow 他，就会吃得很健康。所以他说以前他们是完全不吃炸的食物，都吃沙拉，就是吃食物的原型。你不要看这小小一个，这超贵250左右。哇！看起来像是抹茶粉、葡萄芝麻、黑芝麻、白芝麻、杏仁片，这应该是那个奶油、椰枣，所以这看起来有7个 ingredient。对啊。它还有放 ginger， 下面完全是椰枣的，它其实蛮甜的，哇，蛮好吃的，很特别。哦。这是他们这里的特别饮料，是洛神花茶。是洛神花茶加上那个玫瑰还有蜜，超塞的，我没想到麦地那东西那么塞。对，我觉得可能大家 pray 完，然后吃完晚餐出来就外面一点什么。那我们现在来吃晚餐了，10点钟的晚餐，毕竟我们午餐也6点才吃嘛。因为其实我记得小时候我妈都可以说你在过什么阿拉伯时间，我现在了解了。我从没听过这句话哎。很可爱，他们看到我用 camera， 然后他们就对我 shake hand。我刚刚问说，因为路上有些看到戴头巾的，然后是黑色的，我就问他们说就沙烏地阿拉伯这只披全白，要不然就是有花纹就一定是红色。那他说披那种黑色花纹的，就是也门的人。
通常苏丹会是这样子的帽子的戴法。McDonald start 4,000. How many hours they should work? 8 hours. 8 hours every day, so 6 days. 6 days really. 那我觉得他们这边的在麦当劳工作全职的收入没有比他们高，36000左右，36000、38000左右。一周要工作6天呢。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这里的生活消费水平其实不低。How about just for a part-time job? The hour 28 riyal. 哇， 28, 250对吧？他我觉得比他们高。How about if they work as a policeman? How much for the per month? Just for a beginner for the policeman. Beginner. Yeah. Around 7,000. 哇7,000. 丽丽刚刚在跟我们说明天的行程，那我觉得很兴奋，是我们这次好多景点跟行程都是连他们自己当地人第一次去不过他们那边很特别，那边是大多数是外国人，因为那边甚至连他们当地人都必须要找一个 guide 去陪他们，然后可以要价不菲。我觉得在沙烏地阿拉伯蛮有趣的是，就是你任何事情你都跟当地人是齐头式。对他们好像比较没有那种外国人价钱。我刚刚在吃沙温玛的时候，突然想到，这是我人生有史以来坐飞机坐最远的地方。谢谢你带我来看看世界。没有啊，谢谢阿拉伯朋友啊，就是谢谢你我觉得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有在地人真的也是让我们更放心。我不得不说，特别在那个麦地那这边，我们在来之前，其实我们工作室伙伴有人还特别传信给我们，好像还有外国人那边被抓什么。我们的小伙伴就说你肉你千万不要去这里，结果我们没想到我们还是跑来了。我们在麦地那第一个库巴清真寺的时候，阿翔突然会看着清真寺对着我说：“肉爷，谢谢你陪我来。”他讲了3次，在库巴清真寺，既然到这边讲了3次。这地方对我们来说很满足我们对神秘穆斯林的一个探险。所以因为沙烏地阿拉伯这几年有计划陆续在做一些更大的观光上面的一些改革跟开放，他们会举办世界杯，又举办奥运，哇，那我觉得应该会都是世界顶级的那个赛事。我们那个 Tom 也有说，就是他有观察到，就是他们政府感觉有蛮多是想要在中文上面做一些改变，就是也很欢迎中文的观光客大家一起来这边玩。好，那就期待我们下一站要去的，下一站更厉害了。下一站要去的是虽然沙烏地阿拉伯旅游最知名的城市，可是反而是很多阿拉伯人没有去过的地方。本趟全员连在地人都没有去过的城市，我们就要来帮大家解密了。Good night。而且立的真的超 carry 的，他说我们有车有飞机火车，所以他说他希望我们有一个深度的沙漠的公路旅。我们看到野生的骆驼了。Salam alaikum！ 哇，它跑起来好快哦，而且它很巨哎，谁能想到沙漠里面竟然也有羊呢？